你也觉得我是在逼他？我是觉得您太有耐心了，我担心您的这份耐心会被他一点一点的耗没了。看，本来那个梦想已经离我那么近了，谁想到结果还是差一点运气。那你现在突然穿越大半个中国，带我来看他，是运气回来了吗？因为我的运气现在都花在你身上。我就在想，将来也许会有像电影里面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，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吧。就像手机啊、VR 眼镜啊，很酷吧？好疯，但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安姐让我过来接您参加Wins开业酒会。我也去。安姐只邀请了10个。没事，你不用去了。你去了，我怕安姐不高兴。没有消息，未必是好消息。老大，出事了 ！VIV 的技术人员刚刚修改了服务器的管理权限，我这现在什么数据都下载不了。一旦交互平台服务器被清除，我们之前记录的所有数据、写的所有算法，以及为 PIA 所有匹配的共享模块，就都找不到了。产品定位、外观设计、性能技术，跟咱们思路一模一样啊！石总怎么变成 Wins 的 CEO 了？这不就是商业间谍吗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潜伏吗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由 Wins 新任 CEO 10月先生回答。石总，您能介绍一下 Wins 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？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，我为了你呀，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，你却忘恩负义啊！来坐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平常吊儿郎当，但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总算能压得住这个场，对客人的喜爱也一清二楚。他对这个酒吧的感情，比我们俩深。我觉得他没有问题，我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件事情是我错，我没有拦住，还把你跟南桥都打进去了。是我忘了，安宁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相信我。是，他装了点了头同意了这件事情，其实背后早就布了局，等着我们上钩。是我傻，我以为这些年我可能是特别的那个。你想怎么办？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研究一下 VIV 和 Wins 的合同，找出漏洞，可能我们再去个美国。什么都不要做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都不管了？连酒吧都给记号不管了？不想管了，我只想当我的使军情。喂，10月。
老人呢？酒我拿来了，走上去喝去。快坐。酒这个东西呢，喝多了乱心。他已经够乱了，你就不要再去添麻烦。来，喝。那您对 VR 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其实呢，我们整个公司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投入的，产品非常的人性化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有几年没上来了，现在看去外面，觉得还美吗？美。今天的景色比以前更美。我也觉得是，因为站在那里看风景的人，还是原来的那个人。对不起，之前那么的不信任你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在你面前向来没什么理智可言。我们那么久没在一起，想要走回原点，难免会有一些弯路。不过今天，你抱着我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我也才真正的看清楚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还是那个愿意为我拼了命的十月。我当然愿意为你拼了我的命。我不会要你的命。但我剩下的，只能给你我的命。你今天给的是血。开香槟吧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开了一瓶香槟，连杯子，我准备的都是当年用的杯子。怎么不问我？为什么觉得今天的景色特别美？
你说。因为今天的我要学会放下。以前的我一直以为都能放下，原来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你给我的一切。这是酒吧、庄园、度假村的股权转让协议，还有车，全部还给你。当年你跟我2个人刚到美国，我们一无所有，白手起家打拼来的那笔钱被我带回国，这笔钱干干净净，但对我来说，这笔钱是我们共同的，不是我10月一个人的，是我10月有赋予你。如果没有这笔启动资金，我盘不下这些产业。我应该一早就还给你，但我却没有。拥有着这一切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放不下以前的感情，还是放不下现在的欲望。是我懦弱了。现在我把它们全都还给你，就当你给了我7年的时间，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。谢谢。10月，你要想清楚，把这些东西还给我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。从你第一天认识我不就是这样？这些东西是你用7年的青春换来的，放弃了，值得吗？用7年的时间还一笔债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跟南乔在一起了？南乔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她想玩，要追求的都是需要资本的。你一个穷光蛋，玩得起吗？后会无期。我的心，你没有还给我。宠物医院见。现在。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点了外卖，一起吃吧。我不饿。一天没吃，你当自己是铁打？去哪儿啊10月约我，我就说了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说这都是误会。不管怎么样，赔欠7个飞行一个交代。
石玉，你混蛋！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现在去宠物医院，见南桥，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，再给我几分钟。你确定？不会变。好。关于我的谎言，我的错，你留给我，我要亲自跟你说。南桥。安妮，你居然找人撞南桥是吧？这事不是我做的，原来你这么看我。从我这一离开就去找他了吗？你听好了，你可以拿车来撞我，直接拿我的命。我说了不会要你的命，因为你还有东西没有还给我。我已经全部都还给你了，好吧？医生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哦，你是那个病人家属是吧？放心吧，病人呢没有外伤，他现在就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做进一步检查的啊。好，谢谢。小乔，你醒了？头会不会疼？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医生说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大碍，你别害怕。现在几点？小乔，你先躺下。医生说啊，你得卧床观察24个小时，少1秒钟都不可以。这脑震荡也分大小的。你刚才不是刚说完没什么大碍吗？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摩托车冲过来的时候，好像是10月把我推开的。他叫我去宠物店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小乔，我知道你想去找10月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自从10月出现开始，陈立 Wings 抢南贝亚杯，处处都是针对你和极客飞行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。小乔，你先躺下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过了观察期，我陪你一起去讨个公道，好不好？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爸还有南青姐打个电话啊。千万别给我爸打电话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我在这儿躺着过观察期就是了。好。
差不多了，你先喝点水。你想跟安宁接受，可安宁很明显不想跟你接受，他已经出手了。你再靠近南桥，就等于跟他宣战了。不管谁输谁赢，有危险的都是南桥，啊？哎。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必须陪你一起去。你不在的这3年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自己感情上面的问题，谁也不能帮我解决。帮我带回家啊！南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常建兄，我已经听你的，在这儿观察了24小时了。有什么事儿能回来再说吗？相信我。 我能处理好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观察期过了吗？就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 我打算把狗给他们送过去，一了百了。这是我从狗身上发现的，你看看还有用吗？自从见了你，我才相信了一见钟情。 我不希望你选择我，是因为我对你的好。我希望你能看见我所有的不好，所有的不堪，所有的失败，却依旧还是想要与我在一起。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善，甚至还很残酷。谁都无法知道下一秒的相遇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决定不了人生。 但可以选择与谁携手同行。哪有那么多一了百了？你去哪儿啊？你这大白天的喝酒也不是办法呀。 你说话呀！你说一句啊！你要是有什么事能够让你舒服点，你跟我说，我去办，立马就办。你舒服了，我也舒服。我见不得你这样。只要他离开我，恨我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。你无止境的退让，只是把默默守护当做懦弱的借口。 你忍心吗？你为什么不跟他留一点希望呢？这样的女人我不配。
怎么样了？轻微脑震荡，已经过了观察期了。有些事儿稀里糊涂反而比明白更好。稀里糊涂？我最近莫名其妙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，莫名其妙突然跑出来一个 Wings 针对极客飞行。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就算是个普通朋友也会问我一句怎么样了。十月人呢？你认识的十月，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还是个懦弱胆小的人？不管怎么样，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啊？你不说话什么意思？他人呢？他是安全的吗？他把自己埋起来了。我看到漂流瓶了。就算你说这也是你圈套的一环，就算你说你说过的每个字都不是真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当真了。你说你遇到我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。你说你想让我看到你所有的不好、不堪、失败，依旧还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再做决定。你说这个世界其实一点都不善良，甚至还有些残酷。我们谁也不知道，下一个遇到的人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无法改变命运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与谁携手同行。十月，我不知道遇到你是我的幸运还是灾难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就算我看到了所有的不堪，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就算你想分手，是不是出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跟我面对面的说？我们的交易是真的。你说什么？为情而聚，为利而散。你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一场交易。
对啊，后面的种种后果，又何必当真呢？所以，从我们第一次相遇开始，就已经是交易了，是吗？小强，我们走吧。走啊，听他的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可以更体面的打招呼了。我不走，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我要听真话。如果听到真话，你们之间就从普通的商业竞争，变成了别人嘴巴里的笑话。我问你呢，是不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交易就开始了？所有人都说他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只有我知道，从他见你的第一面开始，就是他精心设计好的。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你，报复我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我应该见他的第一面，就跟你坦白所有的过去。我给你的那篇论文，那篇成就了今天极客飞行的论文，是我从蓝天猎人里偷出来的。因为那篇论文，他被特训营给开除，被所有人给唾弃。对，是我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他一刀，或者说，在他心里，像这样子的伤疤，早已经有无数刀了。你别说他自己这么伟大，我心里面所有的伤疤都已经完整无缺，而你呢，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我，也不要因为你的愧疚放弃对我的反击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你没摘下这个手环，就说明你还没放弃。我意思是说，我没有放弃报复你。你拿到的那篇论文，全世界把你当成焦点，而我被全世界唾弃。所以每次我见到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折磨。滚！走啊！心痛的都难一起吃，虚伪的却周而复始。你眼中我失去的理智，仍为你坚持。在梦中清醒谈何容易，只好用尽全力保护你。爱
在跨越生死的距离，注定会赢。假如我放下了坚持，假如我太计较的事，放弃所有回忆投资，这本不是我要的样子。早该诚实面对彼此，却用最费心的方式。你多少次泪流不止，我就恨过多少个自己。我能自己上去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。我来验收我报复的成果。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能说句真话吗？什么才是真话？你承诺过我，会爱他，会保护他，都是放屁骗人的吗？你早就料到你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认识的石俊清，不会拿女人当做要挟的借口。7年前虽然我，7年前你眼睁睁看着我离开，半句话都没有说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乎什么结果了。可他现在依然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上。继续留着。如果我告诉安宁，你当初接近他的真正原因呢？其实，石俊清改名石月是为了方便接近他们。是吗？他给了警方很大的帮助。你是说，他是警方的线人？安宁前任丈夫的贩毒集团就是石俊清帮我们破获的。不过安宁的手很干净。后来我们调查了几个月，发现安宁一点都没有沾她丈夫的生意。后来石俊清就陪着安宁去了美国。那现在呢？他还是不是？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。当时我们本意是想帮他恢复身份，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改名的原因。你当初帮过警察的，你是好人。好人坏人关你屁事啊！你这个人懂得分好人还是坏人吗？你和安宁挣的那些钱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说我跟安宁的事。当时你们全世界把我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拉我上来的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信你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个表情，最讲义气，最够朋友，全世界都欠你一句谢谢是吗？啊！找安宁，跟他说，找安宁啊，找他呀，找啊！打！对付我这种人渣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让你
你却不自觉。我爱你，爱上你的一切，就算你任性3夜左右我的视线。清醒和梦境的边缘，再给你一点温柔，陪在你身边。我爱你，你的一切，就算不被谁了解，我执着的狂恋。等故事写到结局那一夜，是我在你身边。上你的一切，就算你任性3夜左右我的视线，在清醒和梦境的边缘，再给你一点温柔，陪在你身边。我爱你，你的一切，就算不被谁了解，我执着的狂恋。等故事写到结局那一夜，